好，所以现在我们针对每个电池，我们很简单的把它介绍一下。第一个碱性燃料电池，对不对？它这个讲说已经被应用在人造卫星上面了，价钱很便宜，但是呢，基本上没有成为主要开发对象。为什么呢？第一个，它的电解质是液态的；第二个，它的燃料是高度的氢，因为温度低，它的它的操作温度低，所以说基本上它的燃料需要很所以然后基本上也是有一些跟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形成氢氧化钾，影响电解质的品质。反正呢，很早被发展出来，技术也很成熟，但是呢成本比较高，包括它寿命比较短，所以说用在不怕花钱的太空梭上面是 OK 的，但是用在一般我们需要有经济考量的就不是那么好了。总反应式就是长这样子，基本上它的H2O。这是正极啊，因为它是碱性嘛，所以电解质里面就有 OH 负的OH 负的离子了嘛，所以说正极里面就直接产生了水，然后这边这个是产生电子跑到负极里面去，然后负极里面有氧空气里面有氧，再加上水这样子就变成这样，所以变成说你的正极跟负极都是都要需要水，这个按照全反应式也是一样是这样子。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就好了。好，所以我讲说这个是最早期的碱性燃料电池，现在你大概一般的市面上大概很少看到碱性燃料电池。磷酸燃料电池用来做发电的还蛮多的，基本上操作温度150到200到200度之间，220度，所以说废热可以再利用这蛮不错的。不过呢，触媒一样是白金，所以还是会比较昂贵。然后大部分都用在大型的发电机组上面然后基本上技术不是问题，但是就是成本就是因为它的触媒还是白金，基本上又要大型的，所以还蛮贵的，所以这个是成本的问题，比较它的反应式就很单纯，正极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氢变成氢离子，然后变成这样子，然后这就是最传统的燃料电池，我们了解燃料电池的反应式，对，操作温度是这样子，这个好。看一下就好了。这边只是把刚才我讲的东西再把它整理一下，包括什么样？它的电解液是什么？液态的液态的磷酸嘛，对不对？然后电解质电解质液态的，所以需要把它撑起来嘛。如果固体的话，当然本身就是可以撑起来；液态的话，所以它是用一些网格用一些就是把它做成一些小网格，就跟我们渔网一样。这种液体的话，就是在渔网上面，就是会变成用表面张力变成一个薄膜，就张开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是一个什么样？是一个 matrix 然后正极跟负极都是什么样？都是白金，对不对？然后基本上的话，他是讲说，因为有一些酸会被氧化的那种氧化物带走，所以你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你还要再加一些电解液进去这样子然后基本上他是讲说这个气体的水的话是以气态的方式产生就是直接用我们负极那边把它带走这样子所以说基本上它的一些特性就看一下，这个是比较一般我们比较热门会看到叫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叫做都是 PEM 嘛就是这样子，然后它大部分最大问题是什么？它还是白金的，因为它低温，它的触媒还是要白金这样子。然后它在在为什么叫质子交换膜？就是因为在正极的时候，氢把它解离成 H 正，氢离子就是质子嘛，对不对？氢离子就是质子，所以为什么叫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然后呢，它这边唯一的液体是水，所以没有什么腐蚀。然后温度的话可以很低，到80到100度 C 左右。所以刚才那时候我们在算饭店，就算什么70度 C 的燃料电池嘛。我们来看那个曲线有没有70度 C 的燃料电池嘛？就是以这个为当我们的当我们的背景在算算那个电压这样子。然后所以基本上触媒白金的很昂贵，所以你如果要让它成本减小的话，你基本上你就要使用量要变少，但是使用量如果变少的话，你温度就会变高。那温度变高，其实就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它的80度到100度 C， 它的水是什么？气体，液体，产生的水是液体。那液体的话带走的话，跟如果说你温度会变高，变成气体，变成两相流，那两相流你要把水带走，又比较复杂一点点。所以变成你也不是说温度提高，然后温度提高又可能跟我们的什么样，我们的应用的范围不太一样这样子。然后这边讲说白金跟一氧化碳产生中毒，所以它的反应是很标准，这是
这是正极，这是负极，总反应是长这样子啊。所以说大概是就看一下，它这个画很多洞的意思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流道啊，基本上现在流道设计啊，什么东西希望它有很多洞这样子。好，这个是一个英文的那个操作的每个地方的操作，我们就直接看一下这个好了。基本上就是它重点就是什么？它的效果不错，它的效果的话跟什么样？跟高效能的什么碱性燃料电池的效能是蛮不错的这样子。对啊，然后它的温度很低，可以在70到85这个操作，然后基本上因为它操作温度很低的话，基本上它的反应就是说可以马上就可以让你得到那些负载，所以基本上它可以在3分钟发电到从开始运作到发电3分钟就 OK 了。然后基本上不需要做一些那个防护那个对热的防护装置，因为低温这样子，然后还可以什么？基本上就是有如果说你可以改变它的那个电那个什么催化剂的话，电极的话，基本上成本还可以减低了这样子。好，这边重点要讲一个，就是说所谓的 MEA 啊 ，MEA 就是 Membrane Electrode Assembly， 就是说中间那一片啊。所以我在讲说，你如果要做燃料电池的话，现在很多就是什么叫买这一片的，它已经做了，已经很先进了，就买一片的装进去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发电了。所以现在燃料电池蛮商业化。这一片的话，只有比1 mm 还小，很薄的一片了。基本上它就是已经把电极跟中间的电解质都把它变在一起的，把它变成一个三明治式的，好，所以说基本上我们看这个哈，它已经把中间的电解质跟正极、负极，还有外面的什么样 backing 的，就是那种支撑的那个什么那个包覆的表面，都全部把它做在一起了。这一片的话小于1 mm， 你只要去买这一片回来的时候啊，你就两边装个，当然你要给它加氢，这样就开始加那个空就可以运作了。所以我讲说这个我们现在要做燃料电池实验，其实也不用太难。当然这个就变成说你要这一片就被人家赚走很多钱了，好，它中间几个重点，第一个电解质，电解质就是我们那个什么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就是说质子交换膜，就那一片膜哈，那一片膜基本上它是什么？它的材料是这一种，长得很奇怪啊，它的那个分子是长得很奇怪，它是一种叫做 Nafion 就是一种很像什么 Nafion 就是其实它长得很像我们的什么保鲜膜，长得很像保鲜膜，就很薄。然后呢，它的主要的成分是说有这三层，很薄，里面又有3层。这一层就是用来做就是那个什么导质子的那个地方。这个这边有3氧化硫啊，跟个氢离子。平常它是固定在这个膜上面的，但是如果跟水遇到的时候，这个氢离子就可以解离出来，然后可以一直这边跳。所以说就是利用这个装置来让我们的什么样质子在质子交换膜里面做传递，从正极到负极去。好，这个就是完全就是说做材料做化学的人，所以说基本上你看他这边讲说它很薄啊，才从什么50到175 micron 里面，就是这一层啊。那这一层基本上就是它的心脏了。所以一个燃料电池里面，如果真的是要有你要赚钱，就要赚这一块啊，而不是在旁边做那种赚那个，做那些什么包装的啦。然后呢，这一层在这个地方，这边再做个2个电极。这个电极的做法是什么呀？这边是白金，这边是用什么一些碳纤维啊，把它包覆在白金里面。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这里面是有一个 pathway， 就是说让质子可以走。然后这里面也有一些电子可以从这边走进来，跟那个什么产物的那个流体啊，比如说进来的氧气跟水在这边在中间流，所以就这样子变成一个什么 MEA 啊，所以 MEA 里面就变成有3层，中间这一层还有正极跟负极这样子啊，好，所以这个都是说看起来就长这样子，你看整片加起来 0.2 mm， 当然外面还有因为这些东西薄薄的，还要把它撑起来哈，所以这边是什么呀？我的中间那个质子交换膜2边电极，你看他说1960年的话就已经开始做这种东西了哈，你看多久了？已经50年了。然后那时候的话，每平方公分需要4克的什么4毫克的那个的白金啊，现在已经把它变成什么样？每平方公分只要0.5毫克。好，这个做完之后，因为这东西都是软的哈，所以你还要这2块东西把它给它
把它给它撑起来，啊，这就变成一块，啊，这一块就是我们所谓的 MEA， 就是什么呀？就是那个小于1 mm 那块东西，还有包括这2个。那这2个大部分都是用什么？用那个碳纤维，它这个够硬，然后多孔性材质，这东西还要可以导电，因为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双极板，这边一块，这边一块，这边一块，所以这个东西要坚硬啊，然后还要导电，所以基本上都是用一些什么用一些碳的材料，啊，这样就整块了。这就是大概就是这个自交花膜蓝料电子中间那一块那一块精华，所以这样子一块之后就是变成一叠，到最后就变成一个燃料电池堆啊，这就是我们发电的装置了这样子。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的燃料电池大概就是一叠这样子，就说我真的有照用在那个什么手机上面的话，或是用在那个电脑上面，也是一个小型的，然后好几片就这样子，对啊。当然，说外面的电极，就是说外面的那些接电的东西要弄一下。对，这个是自交花膜燃料电池的一些什么一些它的特性啊，看一下。比如说，基本上，比如说它的那个什么电解质的特性，它必须什么啊？电子的绝缘，但是是质子的什么导电性，这很重要。所以说，你为什么当初会找到这个东西来当它的电解质，就是因为第一个电子哈，你说如果电子你如果可以导电子的话，那就没用了啊。就全部质子跟电子都从那个电解质过去了，就没有电了，对不对？还有基本上它，比如说，他是不是讲说就只有质子可以过去了哈？然后它的什么电解质是固体的，好，所以说基本上那个它的电解质不会像那个液体电解质会被流失，你还在加，所以基本上大概这个整个电池堆的寿命里面，你不需要重新做任何的那个什么加电解质的那个一些状况，一些情况发生。然后呢，基本上它在使用上面很安全，而且怎么样，很简单。这个看一下哈，这个是那个未来的那个自交花膜燃料电池未来的那个希望研究重点。第一个，希望我的燃料的纯度可以不要要求那么高，我的燃料的纯度可以要求不要那么高。第二个，希望我那个什么样，这边是正极啦，意思是说，这希望我正极里面的反应快一点，这边希望我负极反应快一点。那正极反应快一点的话，都希望说我的电解质跟我的那个电极对燃料的要求没那么高。那负极我希望的反应快一点的话，可能就用一些加压或是一些纯氧的方式让我负极，因为负极的反应远比正极的反应正常反应是慢很多，所以它是瓶颈所在这样子。